大家好，我是 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聊一个心理话题：怎样发现自己真实的兴趣和追求。这个话题我之前在国内平台上也简单的讨论过，今天打算进一步拓展一下。很多朋友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如何判断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我最真实的追求是什么？有的心理学博主会告诉你这些方法，比如你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深呼吸，让自己进入冥想的状态，然后默默地问自己这些问题，等待答案自动浮现出来。可是这种技术常常无法达到效果，你可能内心还是会浮现出各种杂乱的、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念头。即使找到了答案，一旦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就又会被冲淡了或者遗忘了。我想，在判断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区分自己是否正处于一个不自由的状态，因为在不自由的状态下，我们的欲望和需求都未必是真实的。自由可以分为两种：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外界主体对我的行为没有干涉，只要没有人干涉我的选择，我就是自由的。而积极自由指的是我能够自我控制、自我主宰，因为虽然有时候并没有外人干扰我，但我可能受制于自己的自然性。比如我有酒瘾，虽然我明确的知道酗酒伤害我的身体，我想要健康，但我仍然无法自控的去喝酒，那么这同样是一种不自由。按照这样的划分，可以把不自由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外力控制的不自由，一种是受制于内在的不自由。受外力控制的不自由很容易识别出来，比如说父母要求你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划来生活，这样的不自由相对来说是容易解决的。而受制于内在的不自由则具有迷惑性，当事人内心里充满着两种甚至无数种互相对立和矛盾的声音，无法分辨哪一种才是代表真实自我的，因为这些声音表面上都是以自我的名义所发出的。我曾经举过这样两个案例：一个学业压力极大的高三学生，每次在放学后都喜欢读文学，他感到自己非常的热爱阅读。另一个被亲戚嘲笑没文化的人，发誓要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名校，超越别人。这位高中生当时感到自己在阅读文学时非常愉快，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自我。可是等到他进入大学后，却几乎再也没有读过文学，甚至是没读过任何一本课业之外的书。这是因为他在高中时期的热爱，只是因为他处于一个学业压力极大并且极度焦虑的环境，只要能暂时摆脱压力，做任何事情他都会感到快乐。但这并不等于自己真正喜欢那件事。而在第二个例子里，当事人在被嘲讽的过程中感到自己失去了起码的尊重，他感到非常气愤，并且觉得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在学业上超过别人。他感到这个愿望是那么的真实，但其实这仍然是一种心理创伤的结果。在上面两个例子中，当事人都处于严重的匮乏状态，连基本的生存需要，包括精神上被尊重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此时他的需求只有一条，就是摆脱匮乏感，但这也经常压制了真实的自我，或者说是那个强迫性的非理性的自我，压到了理性的自由的自我。有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利，但他却始终摆脱不了过去那种弱小和卑微的感觉。他感到自己在获取权利的过程中受了太多的委屈，产生了太多的怨气，所以他现在要拼命地发泄自己的愤怒，来让别人恐惧自己。这些都是精神受束缚的表现。尽管强烈的权力欲是他本人的真实想法，但如果他没有遭受严重的匮乏，则可能尽其一生都不会产生这样的欲望。所以说，基于匮乏状态下的欲望都是很可疑的。匮乏程度越高，离真实的自我距离就越遥远。真实的自我应当是在闲暇中涌现出来的。这个闲暇首先不是指身体上的放松，更在于一种心态上的、精神上的开放状态，即对新的经验和信息保持开放，能够有效地吸纳和接受新的知识。
而不认为这对于他原先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冲击。闲暇的状态意味着不受他人意志和自然性的束缚。当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彻底不受束缚的，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每个人受束缚的程度却是千差万别的。在现实中，许多人难以接受新的信息和经验，并非因为他们缺少物理意义上的闲暇，通常是他们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需要保持特定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模式。例如，单调、乏味和重复性的工作会使人的感觉变得迟钝和麻木。许多公务员的工作都需要立刻执行上级的意图，不能对上级乃至整个意识形态有任何自己的思考。任何反驳和质疑的想法都会被视为政治立场不坚定，缺乏4个意识和4个自信。久而久之，当事人越来越遗忘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也放弃了接受新的经验和信息，因为任何新的经验都会构成对他已经固化的思维模式的冲击和否定，这会直接地降低他对工作的效率。另一种常见的压抑是以社会期望来代替真实自我，也就是在尚未形成自己的想法时，头脑里就预先被各种外界期望所灌输。这一现象在中国社会格外的严重。一个人从上幼儿园起，家长、学校、社会都在不断地向他规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大人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从恐吓到惩罚，再到巧妙的哄骗和耐心解释，来使儿童接受。从小学到成年期，他的人生的各个阶段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被当时的中心任务所牢牢地占据。他缺乏一段不被外界预设意义和任务的人生，来认真地体会和探索自己想要什么。他更缺乏鼓励的人际支持和理论资源，因为整个中国社会从内到外都不支持个人否定这些中心任务和理性。这些中心任务不断的变化，小学的中心任务是升入中学，中学的中心任务是升入大学，大学毕业后则是买房和结婚。每一个任务都有着看似十分合理的理由，比如追求学历是为了获取未来的竞争力等等。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未经自己思考的。个人实际上是出于非理性的恐惧，也就是害怕掉队和被孤立才这样做的。由于个人从小就被灌输一大堆不懂的东西，他便丧失了对自己的原初感觉，他不知道如何定义自己。关于这一点，我们以中国社会对买房的执念为例。中国民间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已经超过泡沫破裂之后的日本。在深圳、北京等大城市，房价和居民收入的比值也大大超过了1990年的东京。中国的房地产业固然是政府对民间财富的一种掠夺和洗劫，但它也与国民的心理状态有着很深的联系。许多人都表示，买房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刚需，哪怕自己节衣缩食，掏空6个钱包，背上长达数十年的贷款，也觉得值得。但这个刚需是在哪种意义上才成立的呢？当我就这个话题采访一些人时，对方通常会说出一些看似非常合理的理由，例如觉得房子未来还有升值空间，认为买房后孩子可以选择更好的教育环境。一些男生会认为没有房子就不会有女性和自己结婚，但仔细想想，这些理由都是很牵强的。即使有道理，也未必值得付出全家的积蓄和背负巨大的债务，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买房不是最好的方案，更不是唯一的。那么更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许多买房者的动机里隐藏着对身份和个性的追求。有一位买房者对我说，在付款后，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有了底气，是有身份的人了。去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我都能昂首挺胸。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根。另一位买房者对我说，以前我的原生家庭在农村，总不好意思向别人承认自己的家乡。现在在城市买房子后，我瞬间感到理直气壮了，
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城里人。这些回答强调的是买房的心理意义。买房并不仅仅意味着给自己的身体一个容身之处，这完全可以靠租房来解决。更重要的是给精神和灵魂一个归宿。他们的潜在的认为，只有通过房产才能建立与他者与世界的连接。如果没有房子，那么这种连接就是脆弱的、不稳定的。我的情感都需要那一本房产证才能够开启。他们的这种情绪是很真实的，但仔细想想，即使买房了，这种连接感同样是脆弱的和不稳定的。首先，中国是一个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国家，个人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而由于党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因素，中国政府对私人产权的承诺从来就是缺乏可靠性的。第二，贷款买房是建立在自己的收入能够持续增长，至少不下跌的基础上，但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大环境能否平稳运行。我在4月6日的那期关于中国经济数据的视频里，曾简单提到了地产行业的萎缩。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遭受了降薪和裁员，断贷会成为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而房子自然会被银行回收并且拍卖。因此，在中国贷款买房所带来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视了现实的风险，也因此是一种幻觉。但如果周围人都持有这种买来的房子才属于自己的信念，那么个体就会无视这些重大风险去冒险买房，来获得周围人的羡慕和夸奖。这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所说的，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由于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他按别人的期望行动，至少他们会知道他是谁。要是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也会知道他是谁。那么，怎样恢复对真实自我的觉察呢？首先，要寻找那些能包容自己而非苛责自己的人际关系，使自己生活在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环境之中。要确保自己拥有一个不容外界窥探的私人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自己是安全的，可以展示自我的。从内部来说，要增加自我在场的时间，有意识地对自我的言行保持关注，比如写日记、笔记、文章等等，用大量的输出和行动来不断地肯定自我的存在，从而不至于被他人的声音所淹没。要去直面那些容易让自己思维反刍的痛苦和创伤，去理解和治愈他们，并且使之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喜欢。那么做的意义是告诉自己，那些事情并不能削弱自己的价值，自己仍然是一个可爱的、值得被欣赏的人。做到了这些，真实的兴趣自然就会涌现出来。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再见。